Yeah. Hi, Which city are you from?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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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e a good time here. 本集影片是中俄边陲城市绥芬河市的第3集及最后一集。本集内容，阿树和你分享4部分内容。第一，咱们去到中俄边境线上走一走，看绥芬河百年口岸，了解今天的中俄边境线是由哪些历史事件决定的。第二，咱们走进在绥芬河的俄罗斯人，看看他们在绥芬河有哪些活动，中俄两国人民在绥芬河有怎样的互动。第三，咱们了解一下中东铁路背后的城市绥芬河，为什么称它是火车拉来的城市，以及时至今日中俄两国在这条百年铁路上依然进行着怎样的连接。第四，咱们走到绥芬河的街头巷尾，看看今天的绥芬河，了解它的城市发展和它的未来。今天是12月31日，是公历2024年的最后一天。特别感谢阿树的观众朋友们在过去1年里的陪伴、支持和鼓励。在片尾，我和大家分享一些在2024年的感受，以及2025年的计划，记得看到最后哦。您去过俄罗斯吗？去过，我就上2天去的。你觉得那边消费贵吗？消费高，消费高。你这么说吧，比咱们北上广消费都高。哦，这么高的？面条这么大点，30多块钱，1000块钱。啊。蛋炒饭这么着块钱，40多。一个冰淇淋30。难怪俄罗斯人喜欢来绥芬河消费啊。你们看他回来啥都买，抽就这样式纸抽到那嘎达，最起码得8、9块钱吧。你看他们老毛子穷，物价可他妈往死涨。我从市区打了一辆车到绥芬河国门景区这里啊，出租车司机说别进去，没意思的，就3个门。绥芬河市区并不大，这里距离绥芬河市区有3点多公里啊，也可以理解成是绥芬河的郊区了。这里有一些国际酒店之类的，俄罗斯商品批发城啊。我看网上很多人说不值得买55块钱这个票进去的，就没什么看头啊。景区简介啊，绥芬河国门景区位于黑龙江省最大的对俄陆路口岸绥芬河市公路口岸，G10水满高速临起点上，是中国境内唯一纵跨国境通道的景区，也是中国国门景区中唯一集3代国门一体的景区。景区内最高建筑绥芬河第3代国门，高51米，为中国北方第1高国门。这里是 G10水满高速临起点，也是中东铁路的起点。这里是绥芬河国门景区的入口啊。景观大门，俄罗斯风格欧洲古典建筑被称为掀开历史的盖子。像绥芬河景区呢，如果你是台湾居民呢，你凭借你在大陆的居住证是可以购票进入的，而港澳同胞呢是进去也是没问题的。除了上述这些地方啊，其他国家的一些居民是没有办法购票进去参观的，因为说是边境重地啊。口岸区域禁止翻越。绥芬河国门景区集聚了3代国门啊。第1代国门呢是1987年10月啊，绥芬河设于苏联滨海边疆区易货贸易正式开通。在2代国门就现代化多了，建于1991年啊。而到了3代国门就很气派了，高51.8米啊，建于2012年。边民沪市贸易交易中心。俄罗斯商品批发城啊，中俄沪市贸易商品交易中心，边民沪市贸易交易中心，里面空空荡荡的啊，冷链运国际物流，在这里就能看到3代国门了呀，在外面看一下就可以了。绥芬河口岸啊，上面写着有国徽有红旗啊。
在随分河第1集的影片中，咱们有讲到随分河呢曾是清朝的内陆地区，在清太宗实录卷61中写道：自东北海滨，弃西北海滨，远尔诸国，在臣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从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到贝加尔湖都是大清的疆域。那么随分河地区是怎么成为边境地区的呢？在19世纪下半叶，积贫积弱的清政府和沙皇俄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1858年签订的《爱辉条约》，清朝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60年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使清政府承认了《爱辉条约》的合法性，并割让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由此，随分河成了中国和俄国的边境地区。在未来的很多东北影片中，阿树可能会反复提到这2个条约和中东铁路，因为我发现很多东北城市地区的历史和命运都跟他们息息相关。像国门景区前面的建筑也颇有欧式风情。我现在就在随分河景区门口，可以看到那一条竖的线呢，就是中俄的国境线了。像屏幕的右边是俄罗斯可以看到它是用俄文标注的，左边就是中国的随分河，两国之间有小的山丘分隔着。东北的这个地方的旅游资源挺有特点就是每个边境线上它的国门都是一个景区这里人还是挺少的，挺空空荡荡的感觉。帅宾国际酒店你看空无一人的。我就不打车回去了，我走回去吧，大概4公里左右。然后呢，前面有一柱石碑我看一下，那个石碑还挺有造型感的，车也少，人也少。这些交通指示牌都是俄语的。这里的叶子已经落得光秃秃了，秋色已经没有了。走那里走到这里，就看到4头神兽这个是不是国门的这个守护之兽应该是要整一个广场之类的吧，还没做好。就上面那条公路我看了一下地图，它是301国道，所以说随分河国门景区是301国道的起点它是一条随分河到内蒙古满洲里的一条公路全长有1680米呢。同时那条公路呢也是 G10高速公路的起点它也是从随分河到满洲里的一条高速公路，全长的话是有1436千米哇，好神奇我看到了什么？哇，这个是什么？好吓人我没见过这种奇特的现象这是龙卷风吗？风力不是很强昙花一现持续了有10几20秒吧，感觉像是一个大自然的精灵在起舞的感觉然后呢，这些纷纷落叶就像它的生命走到了最后一刻像烟花般绚烂，但是极其短暂的一生这个山脚下停了很多的汽车，这里是兴达国际贸易汽车出口国有企业。随分河到乌苏里，到海参崴，到莫斯科。这里是国际汽车进出口停车场这里离国门景区大概就1公里左右吧，这里都能看到国门。中俄随波贸易综合体 PTEC， 这条路就是 G301国道那边就是随分河国门景区，前面就是随分河市区。Toilet
这里天冷了，请随手关门。上面一排俄语。这个标志也是有20，不要贵呀、 ，5块钱。你看这么好的帽子5块钱， 5块钱是便宜。是真的很便宜。你看它那个镶钻的，那还挺精致的哈。给早市买的啊？就随风河早市嘛。是啊。哎，大姐，您刚才说那些煤是从俄罗斯运过来的是吗？对。它运到中国是用来供热是吧？对呀，再往外地卖。哦。俄罗斯的啥东西都往这边运。那除了进口它的木材，还有煤，还有什么是从俄罗斯运过来的呢？木材、煤、化肥，啥都有。等于说随风河就是一个中转站哈。这就是百年口岸大桥是吧？对呀。看这木材，看这底下的火车。这个火车是连接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哈。对呀。这全是木材哈。这个是随风河最大的一个桥啊，它叫百年口岸大桥啊。你看下面就是铁路了，这就是中东铁路啊。这铁路呢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支线啊，所以源源不断的俄罗斯的煤、木材、化肥就通过这条铁路运到随风河，从随风河这个中转站再往国内各个地方运输啊。百年口岸欢迎您！随风河市是一座铁路带来的城市啊，因为1903年建的中东铁路在这里经过，所以有了这一座城市啊。所以它叫百年口岸，距离1903年呢也过去了100多年了。你看下面那些火车车厢里面全是煤。我们来数一下中东铁路在随风河段有多少个铁轨啊？1、2、3、4。前面提到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铁路，全长9200多公里，从莫斯科到远东地区海参崴。俄罗斯之所以修这条铁路，一呢是向远东扩张，二呢是为了遏制日本北上，最终在1891年于海参崴动工建设，1916年贯通。眼前的水满铁路是中国俄罗斯合建的铁路，最初被俄国命名为西伯利亚支线铁路。当时清朝的大臣李鸿章据理力争，坚持命名为中国东省铁路，简称中东铁路。在随风河第1集影片中，咱们有聊到随风河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没有中东铁路在随风河设站，随风河可能还是一片未经开发的荒芜的边缘之地。那么修建中东铁路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我在随风河博物馆看到这样一段话：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遭受重挫，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割地赔银的马关条约。觊觎中国东北的沙俄，为了自身利益和将来的战略意图，联合法国、德国对日本占领辽东半岛进行干预。从此呢，清政府朝野上下联俄抗日的思想渐占上风啊。另一方面，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西端已由莫斯科修至上乌丁斯克，东端由海参崴修至乌苏里斯克，过境中国可减少数千里里程。咱们前面的影片聊到啊，因为俄国在海参崴呢有它的太平洋舰队啊，简单来说就是清政府被日本欺负了，所以呢他就想找俄罗斯这个大哥啊，然后呢俄罗斯大哥呢他想要缩短到海参崴的距离，那么它的铁路如果从中国过境的话呢，可以缩短数千公里啊，两国呢就一拍即合嘛。在1896年的时候呢，李鸿章一行45人前往俄国，与俄国代表举行正式密谈。期间呢，俄国许以援助中国能火速出兵帮助中国抗日等条件啊，又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其中就有借地筑路条款，沙皇俄国由此取得了在中国东北修建中东铁路的权利。刚才在车上，我问本地的一名司机，我说随风河有哪些有历史底蕴的一些文化景点啊？他脱口而出4个，一个是大白楼，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随风河中东铁路建筑群铁路公务段旧址啊，现在已经改造成一个契科夫咖啡馆。这里是火车头广场啊，
前面是那个百年火车头啊，然后这里是大白楼，都是典型的俄式建筑啊，百年大白楼。绥芬河广场啊，这是绥芬河的市中心了。Are you travel China? Чайна. Да, мы приехали в Чайну отдыхать, загорать, в баньке париться, на массаж ходить. Все классно. Чайна класс. 哦，刚才2位俄罗斯大姐拿着一个纸条，上面写着“新亚宾馆”，问我怎么走，然后我就带她来到了这里。他们不会说中文也不会说英语，确实找一个位置不好找。这里是青云市场啊，是黑龙江绥芬河青云市场采购贸易试点。听说俄国人来中国兑换人民币就是来前面兑换的，进去一探究竟。Не надо。这里出售俄罗斯电话卡。这里的商铺呢是收俄币的，你看来逛的主要也是俄罗斯人了。这里都是拉起窗帘了，就是为了防止盗版。其实现在网络那么发达了，很多版型都可以从网上看到。你看这个价格都是标的俄语的，这是500卢布，350卢布的意思吗？这里就是很多俄罗斯人兑换人民币的一个地方。然后呢，现在的人民币兑换卢布的汇率是1比13.8，也就是1块人民币能换13.8的一个卢布啊。它每天是浮动的，就是一天一个价。今天你去换，能换到13块8，明天可能更多或者更少。像这些店铺它都是收卢布的，就是你可以用卢布支付啊。500卢布一件的衬衣啊，300卢布。中国人来了都看不懂，就专为俄国人打造的一个商场，也不能说专为俄国人打造，是俄国人来消费比较多一点。中国人消费的途径太多了，网购、淘宝、天猫，500卢布就等于40块钱，1元人民币等于12.5，这些数字 P 是卢布啊。1块人民币能兑换13块8卢布啊。但是它那个包都是按卢布标价的，500块钱卢布的包卖人民币的话40块钱，也就是你用人民币购买那些货物的话呢，1块钱人民币只值12.5卢布啊，但是你兑换卢布的话呢，你能兑换到13块8。刚才跟青云市场里面一位摊主聊了一下，他就说俄罗斯人还是心态好，中国人学不来啊，因为你想啊，他们国家现在还在打仗，有一些老太太呢，她的儿子啊刚刚就是战死沙场了，但是他还能够出国来消费，然后旅游、喝酒、到处逛、唱歌跳舞的，这种心态啊，就是中国人学不来。他就反复的说，他说啊，中国人太苦了，苦了吧唧了一辈子，也不知道享受，应该到国外去学一学，这是他的原话。绥芬河啊，感觉是建在一个坡度挺陡的一个地形上的，它这里上坡下坡特别多。
我现在说反应过来了，在东北啊，笨字就相当于南方的土字，这边很喜欢称笨猪肉、笨榛子、笨鸡蛋、笨鸡，指的就是我们南方的土鸡啊，或者土猪啊之类的。那红的2块5啊？啊？2块，红的2块5。在北方啊，越北的地方的夏季的白昼时间越长，日出时间越早。可以看到啊，像随风它的夏季的一个首班车是5点30啊，可见呢夏季应该天亮的非常早，甚至4点多就天亮了。看永城宾馆就是我住的这3天呢，就每天都能听到门外的这个喝了酒的俄罗斯人在这个谈笑风生啊。你看，这是他们少了很多货啊，准备往俄罗斯运了。基本上我住的这几天，我没遇到过一些中国人的一个住客，大部分还是俄罗斯人。你看买了得多少的货物啊，一大袋的，是用一个这种面包车。我在几个中俄边境城市问当地居民为什么俄罗斯人来中国购物，得到的回答像是一个模板刻出来的一样，他们都会说，因为俄罗斯主要是重工业、轻工业薄弱，要么商品种类少，有的商品种类压根没有。除了这个原因，有的摊主还会告诉我，因为俄乌战争，西方对俄罗斯制裁，卢币大量贬值，俄罗斯国内的物价又高企，相比之下，中国商品呢就比较有性价比。但是相比10年前，俄罗斯人在消费上已经十分拮据了。过去呢来中国购物的这个俄罗斯人啊，一掷千金的大有人在。但是现在因为卢布缩水了嘛，俄罗斯人的口袋里的财富呢也缩水了，都勒紧口袋过日子。俄罗斯的小朋友啊，买的都各形形色色都有买啊，大概扫货扫了几天吧，然后弄了这么多货就带回去了。你能看到俄罗斯在随风河最主要的活动就是逛街购物，这辆货车还有这辆客车都是去到客运站的，然后俄罗斯人呢就从客运站坐国际长途客车去到口岸，从口岸过境回到俄罗斯啊。货物是一辆车，这辆是客车。再见了，欢迎再来中国。这里有一群俄罗斯的学生啊，在来中国游学嘛，就来这边旅游购物啊。My name is Arseny. Okay, thank you. Bye. Goodbye. 一群俄罗斯的学生啊，在这里围成了一个圈啊，不知道在有什么样的一个仪式啊。你好怎么说呢？Здравствуйте。不是德拉斯维基。Здравствуйте。对。Мы не торопимся, ребят, спокойненько идем. 3 часа мы должны быть в гостинице. Время у нас очень много, поэтому спокойно идем. Но Потом мне можете сбросить. Okay. Can you say hello? One second. Мне его жалко, он стоит там, нас ждет. он сам нас запугал. Загонял. Давайте быстрее. Okay, yeah.
Напиши ему что-нибудь. Скиньте, скиньте. Yes, yes, Все, yes. супер. Hello. Hello. So, are you from Russia? Yes. Oh, Julia. Victoria. Victoria. Oh, have a good time, China. Bye bye. Bye bye. Hello. 我身后有几十名的俄国学生啊，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俄国人，大概都是15、16岁的一些中学生嘛。然后呢，他们来中国可能是研学啊，1日的、3日的、7日的，然后有一些当天来当天回的。就是他们国家的宣传部门啊，据本地人告诉我，就是给他们一个教导，就是来到中国以后，一定要会说你好，而且呢，如果有中国人想要跟你合照的话，一定要热情的跟他们合照，因为中国人会把你们当成明星的啊。然后呢，好像说不要给小费，因为这会给当地人添来麻烦之类，因为他们没有这个传统嘛。让他们出去，待会儿再回来集合。啊，这是外地，他们是。这一栋大楼是日本领事馆旧址啊。上上收分果，嘎嘎甜，嘎嘎贵，10块钱给4斤啊，10块钱4斤。绥芬河是福音基督教教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绥芬河东正教堂旧址。龙凤果嘎嘎甜，嘎嘎脆。这是绥芬河东正教堂旧址啊，建于1913年，是一项典型的俄罗斯宗教建筑。1945年由于战事，塔楼被炸毁一部分啊，1950年修复。我身后是绥芬河的博物馆，咱们更深入一点了解中俄边境的这一座边境城市啊。绥芬河市博物馆，绥芬河市文物保护中心，免费参观入口。看这个建筑啊，石盘、石碾、石滚。绥芬河苏俄学校旧址啊，始建于1913年，为俄国侨民学校，日伪时期为侵华日军第764部队驻地啊。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驻，1950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绥部队营房啊。绥芬河市啊，它是一个县级市，现在是牡丹江市代为管理啊。咱们来看一下它的区位啊。牡丹江是在绥芬河的西边，然后往东到了绥芬河市，然后往南是东宁县啊，东宁县也是一个县级市啊。像绥芬河市右边就是俄罗斯了，北边是鸡西市啊，双鸭市、双鸭山市、佳木斯市。我的下一站就去到牡丹江市了，咱们期待一下。牡丹江、哈尔滨、绥芬河市的一个旧的影像啊。哦，这就是那个湖泊哦。你看，现在这里都密密麻麻的高楼了。3斤2钱不够。这一条线是中俄的一个边界啊。今年我去的绥芬河口岸景区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它右边就是奥斯特拉亚山。周恩来跟邓颖超在绥芬河。绥芬河被称为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啊。1903年中东铁路建成啊。哦，这里除了我好像没有其他人啊。中东大铁路绥芬河公路口岸市博物馆，绥芬河站菊宅
水分河博物馆呢，总共有12个展厅啊。它是你看这个设计，它是一辆绿皮火车的，上到2楼你就看到是一辆这个高铁了，复兴号啊、和谐号之类的。这里是讲从远古时代的水分河的一个发展历程啊，到汉魏，到隋唐，然后到女真人啊，到辽金元明，到满族人。清朝水分河先后属宁古塔将军啊，1960年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啊，水分河之地成为中俄边境地区啊。清代晚期啊，1897年，由于中东铁路的修建，水分河化为铁路附属地，开启了城市发展的历程啊。这是水分河的历史梗概啊。这是第2个展厅。广场第19号界碑简介：1886年，中俄双方在俄境内举行康界会议，据理力争，索回部分被沙俄鲸吞领土，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的走向。这些石器啊，可以证明从旧石器时代1万年前以前，水分河就有人类的活动了。这里是好大的这些陶盆吧，陶罐。渤海国遗址，唐代渤海国时期的考古遗存，主要分布在我国吉黑两省的东南部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南部，朝鲜东北部地区啊。20世纪70年代，由于紧张的中苏关系，边境地区的进出是受限制的，住在水分河市的居民也需要持边境地区居民证，方能进入水分河地区。1897年，中东铁路开工仪式，到1903年就开始正式通车了。你看，这里是水分河，这里是满洲里，这一条满水铁路呢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支线啊。30年代水分河旧貌啊，中东铁路员工宿舍，水分河站站台，1923年运行中的中东铁路客车。这是东北民俗展厅啊，最后一个展厅了。我每次凝视这样的人物模型，我都有一种好像他们特别逼真有灵魂一样，感觉要活过来呀。东北的生活方式啊，大铁锅炖小鸡蘑菇，炕。下午4点半啊，水分河市的街头巷尾都亮起了灯光。挨的特里是羡慕，挨的特里是羡慕，挨的都是卡路。这里有一家西餐自助，25元一位。我上次来过一次，这里特别多俄罗斯人用餐。西餐自助。说是西餐，其实也是中餐啊，锅包肉啊，土豆。列巴面包是俄国人传统的风味主食啊，咱们试一下这个俄罗斯列巴呀。这个的话，超市卖的话15块钱，然后你看，它里面有核桃仁跟葡萄。来到水分河要尝一下这个列巴，它这个面包的密度特别大，所以嚼起来牙齿要挺用力的，挺好吃的。它是带一点点那个甜味的这个面包。这个如果你在那个网红店叫百年猎包店啊，这个要卖几十块钱了。这我昨晚在超市淘的，它是快下班了，然后处理价是半价，也就是7块5，我觉得特别值啊，特别实惠。我感觉吃下去，我觉得买的太值了。它里面有核桃仁跟葡萄干，核桃仁呢是那种比较脆的，然后呢葡萄干就是那种像果冻一样的口感。核桃仁跟葡萄干的这个分量我觉得还挺多的啊，太实在了，这个一咀咬下去，感觉
有一半是这个核桃仁跟这个葡萄干，再上一点果酱的话会更好吃了。它叫果仁列巴，有牛奶、乳粉、淡奶油、精选核桃、优质吐鲁番葡萄干、白砂糖。今天是2024年最后一天了，感怀万千，许多在路上的回忆依然历历在目。今年呢，我走了不少的地方，云南、重庆、四川、湖南、安徽、江西、浙江、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常看我视频的朋友会知道，阿树没有团队，只身一人行南走北，拍摄、剪辑、文案、运营、吃喝住行，一个人亲力亲为，恨不能把24小时当48小时在用。所以国内的平台呢，阿树已经比较少发视频了，而是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了 YouTube 上。更新的频率呢，基本上2到3天一集，快的时候1到2天一集。除了因为我的旅费都来自于 YouTube 以外，还因为在 YouTube 上我感受到了很大的动力。从小到大，我从未收到过那么多的支持、鼓励、赞美、祝福。虽然偶尔有挖苦、嘲讽、谩骂的声音，但更多的留言是令我感到暖心甚至感动的。这也是我努力在 YouTube 上发视频的另一个原因。龙年过去，蛇年将至，对经常看我视频的观众朋友，特别是喜欢看我视频的观众朋友，我有太多想说的，但千言万语最想说的还是感谢，感谢陪伴，感谢风雨兼程的路上有你同行。祝大家2025年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日日心安，岁岁平安。2025年我希望有新的突破，去到更多的地方。这一次的东北之行呢，就是在大家的投票下才促成了一次旅行。2025年我也希望继续有你同行。在明天的影片中，我会列出新年的候选目的地，欢迎大家踊跃投票，告诉我你最想看阿树到哪里拍视频。再次谢谢大家，新年快乐！